这套由 Netflix 创作的纯爱日剧，主题发想自宇多田光的歌曲《First Love》以及初恋。你还记得初恋或小时候的梦想吗？无论最终它是否成为你想要的，终究这个过程形塑了现在的你。First Love 初恋，简单来说便是这么一套日剧。但若要说它的内容简单，却也不简单。端看这部剧引发的诸多讨论，就能知道它本身存在许多细节，且满足各种观看视觉的切入讨论。大家好，我是九柔，平凡的人读不凡故事。First Love 初恋已播毕一阵子，而这次的影片制作方向是记录个人心得，因此会有较多主观意识以及剧透。再请介意者可以绕道，当然也欢迎与我分享你的观点。首先，虽然本作故事略为老套，但必须说，现代哪来那么多的新鲜变化？更多时候还不是比谁能善用旧的题材谱写出更好的故事。再者，本剧让不少朋友忆起当初风靡日剧的追剧情怀，但这样说，我个人会比较摸不着头绪。也许近年纯粹讲述爱情题材的日剧少了，但后起新秀仍有不少彰显各类型日本风味的佳作。只是题材、戏剧节奏或许难以满足过去曾经的观众，又随着现代影像的变革发展，固然剧集与电影的拍摄手法越来越接近，能使观众一饱眼福。可是，若每个逐渐没落的影剧市场都要拿来被与韩流做比较，我个人是觉得没什么必要。韩剧走红固然有它值得称赞的地方，然而你不能总试图在由不同国拍摄的戏剧里找寻符合走红要素的相关影子，这样只能拍出越来越多由同样模组制成的复制品。而延续上述，则由不同国家打造的作品，自然会演绎出该国风味。硬要同场较劲，只能是张飞打岳飞。更实际点来说，还是看失落的影剧市场是否能在旧有地基里挖掘，推出能对应自身风格的革新尝试。像日本近年拍摄越来越多的小说、漫画改编，只是它能否焕发出新的光彩，端看能否号召来属于这块市场的对应观众。而回归 First Love 初恋来说，虽然本剧有着浓烈的日剧色彩，但我还是觉得它更像是传统日剧与西方流行元素，例如串场配乐糅合后的产物。然后终于近期有一部男主角不是蘑菇头，但与此同时，我也喜欢这套由 Netflix 共同打造的纯爱日剧。有时它的呈现手法较为文青，也有选用听觉障碍作为诉说题材的一环。但值得重视的地方是，它没有过度渲染，有时这样的手法反而更容易促使追剧老司机忍不住落泪。至于有人提到 First Love 初恋果然还是收在第8集就好，尽管我也认为收在第8集能制造出最绵密的观影情绪，可是这样就不太符合本作常使用原型表达意象与收尾常呼应的核心制作方式。甚至也正是因为第9集的收尾，才使本剧顺成最后一道大圆，且进一步深化并木情道与野口野樱过去的爱意与缘分，同时让剧情并不仅止于爱情，也贯彻出中年以后仍能勇敢去追梦的这条线。在延续前述，本作想表达的纯爱内容早已为满岛光饰演的野口野樱创造了一个无敌人设。她是一位失婚却又很重视儿子私性发展的单亲妈妈，而与之相较，则由佐藤健出演的并木情道就比较难摆脱被打上渣男标签的身份。可是无论是戏剧穿插或第9集记忆片段的填充，将使观众也许能理解他俩的羁绊有多深，又并木情道为这份感情投入过多少心力。最后观众终于有机会从不认同他的经历中反转解套。遑论并木情道与野口野樱过去的情感是多么的深，又加上当初分开算是某种程度的迫不得已，羁绊加上遗憾的作用力影响，则要不是有311大地震催化了并木情道与有川和美的恋情，则这两人也未必会走到一块，因为这两人始终知道并木情道心中有块雷打不动的位置。又第8集结尾的断得干净，或许试图消除观众心中可能存在的不满。另外，我个人还非常喜欢本作借由双方相处去影响另一方的写实设定，像野口野樱对命定论的看法就曾再三变更过。而若要论起本作真正的缺陷，大致就是两名主演年少的选角与自身形象差异略大，因为本作又常穿梭叙事，导致产生这是平行时空的断裂感。以上就是本次影片，原本想说的更多，但多数都被讨论过了，只好略过。谢谢收看本次影片，若喜欢本次影片，并不排斥这频道内容比较多元，敬请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鼓励我制作更多同类型影片。如果对本次影片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九荣在此嘛，我们下期再会。